是言蒸腾鲁则愁，言精异彩映荒丘。莫言绝地无声息，窥觅星河一线球。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在地球上有一个比死亡谷更低的盆地，一个终年酷暑难耐的地方，地表温度甚至超过50度，而酸性比电池酸还要强10倍。这里就是达洛尔，它是地球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一个仿佛来自外星的硫磺与盐晶体构成的奇幻世界，色彩艳丽，却又危机四伏。地表之下涌动着滚烫的毒液，一不小心就会让你尸骨无存。然而，这片死亡之地却也孕育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什么样的生物才能在如此极端环境中生存？它们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地球上的地狱竟然与远在数百万公里之外的火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可能是通往宇宙深处的一把钥匙，指引我们找到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甚至解开地球生命起源的终极谜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达洛尔，探寻地球上最极端的美丽，揭开隐藏在地狱之中的终极秘密。著名探险家威尔弗雷德·特西格曾经这样形容达洛尔：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乌托邦，而是真实存在的地狱。当你站在埃塞俄比亚北部，远离任何文明的喧嚣，放眼望去，是一片广袤而残酷的土地。这里便是达纳基勒洼地，也被称为阿法尔洼地，是地球上地表最低、全年平均气温最高的地方之一，94华氏度，只是这里的家常便饭。达洛尔就如同是这片地球伤疤上的一块病灶，一个沸腾的由盐构成的世界，对人类充满了敌意。这里低于海平面125米，地下是活跃的火山构造带，滚烫的温泉从地底喷涌而出，裹挟着高温的矿物质和有毒的气体，给这片土地涂抹上了锈红色、黄色和绿色的颜料，形成了一种诡异而又妖娆的美。你可能还会看到类似岩砖堆砌的小房子，那是早年间阿法尔人为了采矿临时搭建的住所，如今早已废弃。然而，达洛尔最令人胆寒的还不是它的高温和毒气，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你脚下看似坚实的地面，可能只是薄薄的一层盐壳，稍不留神就会跌入酸性极强的地底热泉，瞬间被腐蚀殆尽。即使是最勇敢的探险家，也不敢轻易涉足这片死亡之地。而更令人好奇的是，如此极端的环境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达洛尔除了那些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也散落着一些历史的残骸，那是人类曾经试图征服这片土地的印记，也是这个地方被称为鬼城的原因。时间倒流回20世纪初，欧洲的探险队发现了达洛尔丰富的钾盐资源。一战前后，这里曾掀起过一股淘金热，来自意大利的公司在这里建立了矿区，甚至修建了一条从厄立特里亚延伸至达洛尔附近28公里处的铁路，专门用来运输盐矿。阿法尔人被雇佣，用原始的方式一块一块地切割盐块，再用骆驼运往远方。为了方便居住，他们用岩砖搭建起简陋的住所。慢慢的，这些住所形成了一个小型的聚落。那些岩砖房如今在达洛尔依然能看到一些残存的遗迹，虽然条件艰苦，但也算是一个在地狱中建立起来的奇迹。在铁路建成后，达洛尔的钾盐产量一度达到5.1万吨。然而好景不长，一战爆发，德国、美国和苏联的大规模供应冲击了市场，使得达洛尔的生产停滞。尽管从1920年到1941年，人们多次试图恢复生产，但都以失败告终。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拆除了铁路，抹去了它存在的所有痕迹。渐渐的，曾经热闹的矿业小镇变成了空无一人的废墟，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鬼城。那些用岩砖搭建的房屋，在风沙的侵蚀下变得残破不堪，盐碱地上的房屋如同墓碑一样矗立，
在高温和毒气的笼罩下，仿佛幽灵般诉说着逝去的往事，只留下这些盐碱废墟供后人凭吊。今天的达洛尔已经被视为生命的禁区，是地球上极少数完全不存在生命的地方。然而，随着科学的深入，这个观点被彻底颠覆。尽管这里的高温、高盐、高酸和有毒气体对绝大多数生物来说是致命的，但却有一些极其顽强的微生物在这里找到了生存的空间。这些微生物被称为极端微生物，它们能够在酸性比电池酸液强10倍的环境中，在滚烫的比海水咸3倍的盐水中，甚至在充斥着重金属的环境中生存繁衍。它们如同在生死边缘跳舞的精灵，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挑战着生命的极限。科学家们在达洛尔的盐和矿物烟囱中发现了这些微生物的 DNA， 它们就像药丸一样被包裹在晶体网络中，依靠独特的生理机制抵抗着外界的严酷环境。这些发现让人们重新审视生命的定义，也为寻找外星生命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那么，这些在地狱中生存的生物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它们又对我们理解生命的起源有着怎样的启示？达洛尔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另一个世界——火星。因为达洛尔的极端环境与早期火星的环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数十亿年前，火星也曾是一个火山活动频繁、拥有热液系统的星球。因此，达洛尔成为了研究火星生命的最佳场所。科学家们相信，早期地球的生命很可能也起源于类似达洛尔的热液环境中。这些环境充满了化学不平衡，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能量。通过研究达洛尔的极端微生物，我们或许能够找到地球生命起源的线索，甚至可以推测火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形态。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地质生物学家芭芭拉·卡瓦拉奇和美国月球与行星研究所的天体生物学家肯达·林奇都认为，达洛尔的环境非常像火星。他们正在使用与火星探测器相同的仪器，对达洛尔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找到古代火星生物可能留下的痕迹。但是，寻找火星生命的道路注定充满挑战。我们不仅需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还要面对伦理上的困境。如果我们在火星上发现了生命，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我们是否有权干预它们的进化？而这些问题，或许只有当我们真正揭开达洛尔的秘密，才能找到答案。那么本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会。